南唐大将刘仁善率10万大军出寿州攻略淮北，兵锋直指宋州。冯令公颁下唐札，京师内外戒严，禁绝商旅交通。启奏官家，我军在宋州以南、颍州、宿迁设有2座淮北大营，所屯皆精兵良将，由我家阿爹和耀元佛老太尉统兵坐镇。南唐贼子想要轻取宋州，绝无可能。如若宋州失守，我赵家父子以死谢罪。好。就凭你这句话，若此番宋州不失，朕便将此地赐予你父子。谢陛下隆恩。此处便是州军淮北左营中军之所住，守将名唤赵弘殷，官拜越州防御使、铁骑右厢都指挥使，淮南西面协营都部署，54岁，河北涿州人。是块硬骨头，不好啃。这个赵弘殷堵塞水井，毁其屋舍，又将营盘扎在此处，将大路堵住，这是存下了与我死战的心思。求仁得仁，我便从了他的心愿。全军休整3日，3日后与他决战。报！报！禀报太尉，敌军后退无力扎营。下去。诺。秦大公。好，太尉大人，刘仁善天下名将，退兵无力扎营，看来是要以堂堂之阵与咱们当面打上一场。敌我兵力是9比1，至多我们只能坚持20余日啊！刘仁善，他没有20日。来，走。好酒，哎，吃。来。那是什么？这是想女人了吧？江上有雾，母猪都能让你看成天仙。你们几个在这瞎吵吵什么？头儿，快看！一战，诸军有进无退，向前者生，向后者斩。太尉，下官有要事相告。讲。5月前时，其举国之兵犯境，润州危殆，京都人心惶然。陛下有诏，赵太尉班师还朝，以却南军。当军国大事是儿戏吗？太尉息怒，
吴越10余万大军横断长江，猛攻润州，南线兵力不足，这是实情。陛下，赵太尉班师，也是不得已呀。这是围魏救赵之计，当道诸公皆智谋过人，岂能为其所惑？太尉，国中大军，尽数发与太尉北伐。南线州郡各营都兵马不足4万人数，实在是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呀！还请太尉奉诏班师。内汉须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是陛下亲授金牌，陛下有诏，若太尉坚不奉诏，命下官持此金牌，收回太尉节钺。刘仁善撤兵了，小人不敢胡说，据已查看明白，敌军连营28座，俱已是空营，行囊造具等物皆不曾见，实是退兵了。我说过，刘仁善他没有20日前王出兵了，围了润州，截断长江。堂主急召刘仁善回师，淮北之危解了。令公试问，高平前线可有军情报来？辽国云中兵马多，部署耶律狄禄率3万骑兵，已于前日进抵高平，与北汉主合兵。陛下御营马步军兵力2万，敌我兵力对比3比1。官家，何回和范延能2个傻才，假传官家口谕，带着左军和后军往回跑了。还未开战，2万便跑了1万，1比3变成了1比6，这仗还怎么打？先护着官家栾家，先退到行辕谷以南再说。大军一撤，敌军必然衔尾而追，到时候谁都跑不了。须得留1支兵马断后。请官家带着中军和前军缓缓而退，末将率右军断后。就是拼了这身血肉，也誓死要将汉兵主力留在此处。你当这是长于深宫夫人之手的天子？末将不敢。你有一身血肉，朕难道没有吗？尔等难道便没有一身血肉吗？你让朕退，朕向何处退？退过大河，退回到京师，两军阵前抛下士卒，独自逃生的天子，还是天子吗？朕当年在京师见识过背袒牵羊的天子，也见识过在契丹人铁蹄之下卑微求生的孙子。朕不做那等的天子，更不愿当那等的孙子。赵元朗，末将在。当年在汴梁城头之上，面对着契丹天子耶律德光的道旗，你可曾怕过？末将不曾怕过。朕也不曾怕。
大辽太宗皇帝驾前，朕与元朗都能够战直了身子与周旋，区一个刘崇，区一个耶律狄禄，算得了个什么东西？尔等以为朕当向他们低头吗？不得！赵元朗，末将在。把我的剑拿来。诺。朕欲取刘崇毛贼的充军，请可愿为朕前去？末将万死不辞。官家，何辉、樊能两个杀才，已被缉拿归营，请官家治罪。官家，末将昏了头，铸下大错，请愿阵前效死，以赎罪愆。官家，末将也愿阵前效死，为君前去，为官家将太原镇取回，以赎罪愆。阵前效死，为朕前去，你们配吗？官家，官家恕罪，官家饶命！官家饶命！官家饶命！官家恕罪！朕今天若是饶了你们，还对得起他们这些为朕效死前驱、将一身血肉抛弃在了沙场上的将士们吗？朕不怕刘崇，也不怕耶律狄禄，更不怕你们这些几十年来纵兵为祸、欺上跋扈的骄兵悍将。投出去！斩了！官家，官家，官家饶命啊！官家，官家饶命啊！官家饶命啊！官家，契丹兵马真的退了，真的退了。你说这个刘崇啊，垮下来的太快了啊！还有这个耶律狄禄啊，竟是没反应过来，愣在原地看了一整日的大戏啊！刘崇兵多，朕兵少，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朕能一战便击溃了刘崇。他是怕朕死了，此番若是朕死于军前，中原不到1个月，便能再立一个天子。谁人如此大胆？冯令公啊，他不愿放朕出来亲征，便是怕朕死于军前，他不得不再立一个天子。老头子不愿呐，看了几十年，换了9个主君，他不想再换了。令公，令公。令公，你看，官家赢了，赢了！官家在高平斩北汉枢密使王延嗣，刘崇只带了几百人逃去晋阳。令公，令公，令公，您的仪表
你说一句，我来写一句。二位相公，我父亲说，这就是他的仪表。令公，冯道卒于显德元年，终年73岁，历仕4朝10帝，居相位长达27年，是5代名副其实的政坛不倒翁。在政权更迭频繁的纷乱时局中，冯道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统治秩序的稳定性和朝廷政令的延续性，颇受同时代人的尊崇与敬重。然而，后世对其评价却两极分化。旧5代史质疑其是4朝相6帝，可得为忠乎？欧阳修更视其无廉耻。而李治等人则认为他社稷为重，拯救百姓于水火。冯道的人生经历和后世毁誉，也正是5代10国纷纷乱世的真实写照。令公魂魄归乡，恭请陛下回銮。大郎，你与官家虽有兄弟之谊，但君臣之分已定，切不可像往日般肆意，要恪守臣子的本分呢。二爹放心，我心里有数。如今，这旧时的禁军和河东的牙兵，援俄冗滞，军制紊乱。想要裁汰冗兵，编练新军，只能徐徐图之。以10年为期，渐次裁汰合并。3年之内，这件事便要做完。朕准备在侍卫清军司以外，再增设一个管军衙署。就叫殿前司。门下，朕应图受命，偃宅区下，眷言军武。方今四海出宁，九州见息，然军政之弊积久未除，兵额繁资，老弱充数，此诚邦家之忧也。乃故特设殿前司，以掌新军，以张永德为都点检，以赵匡胤为都虞候。裁汰老弱，点检兵额，整顿上下，选拔将佐，务令殿前司新军内司禁旅，任王庭之亲卫，外干江峰为柱国之元汉，威如雷霆，势若熊皮。诸军将士务当恪遵诏令，无得有违，布告中外，贤使闻之。
做这死样子要给谁看呢？怎么，不想做都虞候？我就是个厮杀汉子，只懂镇上的事，怕做不好。这番话是你自家说的，还是你爹的意思？小乙哥，是我的真心话。起来吧，地上凉。天下州县丁口筹机长，这是冯令公的仪表。天下乱得太久了，久得朝廷上都没人记得要点检天下人口。上一次筹集天下州县的丁口，还是黄巢之乱前，100年前。直到去年，大秦皇帝和冯令公筹议，才又有了此番点检天下州县丁口之事。元朗，你知道乾伏4年，大唐有多少人口？不知。496万户，1100万丁，2500万口。知道现在还有多少吗？不知。看看。96万余户，238万丁，486万8千口，这么少。驻扎在京师的侍卫清军、护圣左右校，各地的镇兵、乡兵，再加上各路结镇的牙兵、护兵，在册兵马数，总共36万3668员。7丁筹一，差不多每一户人家就得养1个兵，养不起呀。你说，高平之战，咱们打垮了刘崇举国之兵，总共用了多少兵马？何方二将一逃，剩下不到11000人，可能陷阵效死的不到7000人。国家养着88万在册兵马，我即便打得一半的缺额，44万，但在危难之际，却只有7000人能用。这江山还是江山吗？这分明是座火山。自从朕接过这个摊子之后，才知道大秦皇帝和冯令公那几年有多难。好兄弟，愿意帮忙一小一个吗？汴梁城内禁军人数已约20万，加之河东牙兵，每人每年需供夏衣、冬衣各一，每人每月依品级供给2米钱饷，每月最低30钱，粮15担。禁军多有家属随军，亦别有治家之费。指着人马之费一项，朝廷便不堪重负，更遑论军需之用与赐赖之费等诸般费用，每年开支皆不下700万民，故当下要务是裁军而非扩军。自太祖立国以来，年年水患，年年征战，国中财政为艰，还请陛下裁议军额，以养民力。国中常例，新君继位，当得犒赏三军，以具军心士气。焉有不赏反处、开罪军中，令三军生怨之理啊！遑论
殿前司新设，更应增其用度，砥砺士气。那便是要裁议军额，也不该是在这个时候吧？都虞候赵匡胤，臣在。依你之见，这军中用度是当增还是当减？臣以为，军中真正能打能战的将士，根本不会在意这些琐碎之事。将士们在意的，唯“不公”二字而已。我家主人特备薄礼，望小哥代为通传。这是给太尉的一片心意，还望小哥成全呀！这是我家大人的薄礼，还望通传一声。诸位，太尉尚未回府，各位请回吧。不是回来了吗？太尉几时而归啊？让我们见一面。小的实在不知啊。我们就在此等候太尉。小的实在不知。先把礼物收下吧。先收礼。这个小的真做不了主。哥，半日间，哥哥荣升了衙管军的消息已经传遍了全城，那些活动关系、攀附前程的各军将佐们，连门前那一整条街都已经塞满了。当年阿爹荣升侍卫青云管军，也没如此的煊和荣耀。你方才这话若是让阿爹听见，会找你的。得意，切莫忘形。今日之种种荣耀，都是在为日后招祸。门外等的那些人，不是来贺你的，而是来害你的，懂吗？阿爹放心，儿子心里有数。门外这些人，我应付得来。阿爹吃饱了啊。大郎、二郎，吃吧。大郎，你如今在官家面前得用，可不能忘了咱们这帮老弟兄啊！大郎，这殿前司究竟是个什么章程？到底是张太尉说了算，还是官家自家说了算？军中兄弟，向来帮亲不帮理。大郎，只要你一句明白话，水里去得，火里也去得。咱们侍卫亲军的将门子弟，向来同气连枝，可不能便宜了那群外镇的兵子。哎，新军新气象，这乐响该是高于侍卫亲军朱营头的吧？天子亲军，那选官权序理应是在诸军之前。殿前司是个新衙门，规矩太大，军纪森严。54斩，每一条都要落到实处不说，更得5日一校，10日一阅。凡有触犯规章者，一律阶级降俸。想得提拔升官，那还得经东西两府合议，最终呈递陛下亲裁。一旦入选，未经御前给假，任何人、任何将佐都不得私自离营。
连某这个管军的都御后也不例外。可比不了侍卫亲军那般潇洒快活。如此这般情形，诸位还是要打破了头挤进来吗？莫说是打破头挤进来，就算是掉了脑袋，也要誓死效忠陛下。与大郎共进退。与大郎共进退。